男主长了张和我一模一样的脸，可我是首富家的继承人，他只是个18线小明星。为了证明不比我差，他选择勾搭上我的未婚妻，预备在我的婚礼上暗戳戳搞事。可还没等他们开始行动，我就率先宣布取消婚礼，全场炸裂。怎么回事？不是说他跟柳小姐青梅竹马，感情非常的好吗？柳家这次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！在一片议论与嘲笑声中，柳如烟黑着脸走到台上，呵斥道：“江晨，今天是什么场合？你不知道吗？你是疯了吗？他怎么来了？不知道啊！瞧瞧这态度，活该被退婚。人家好歹是首富继承人。柳如轩以为这是在凶自家的佣人呢。柳家的丫头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这么嚣张，背地里还得了。虽然我心里的白月光是季伯达，但凭什么我费尽心思筹谋了这么多年，江晨说退婚就退婚？今天过后，我岂不是要成为整个北城的笑柄？这个婚绝不能退！江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任性胡闹了？今天是两家联姻的日子，有什么事情等到婚礼结束以后再说。这场婚礼到此为止。江爷爷，江晨他闹着要退婚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总不能任由他任性吧？我江洪涛的孙子拥有任性的权利，他想要怎样都可以。瞬间，整个宴会厅陷入绝对的死寂。江老爷子，你这是打算跟我们柳家决裂是吧？爷爷。你还有脸叫我爷爷？快给你江爷爷道歉！这婚还结不结了？新娘都跑了，还结什么婚？当初多少女人为江大少爷订婚心碎，现在机会又来了。感谢各位的到来，我很遗憾地宣布，我与柳如烟的婚约就此解除，从今往后各自安好。婚礼结束后，江老爷子见我神色如常，这才放心笑道：“小陈啊，怎么突然决定要跟柳家那丫头退婚？”我发现她在外面有男人。婚礼前，她还打电话说，嫁给我只是为了江家财产，等吞并江氏后就一脚踢开我。什么？柳家那丫头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。单纯出轨我还能忍，但我绝不能容忍有人算计江家。小陈没事，爷爷一定让柳如烟付出代价。爷爷，光解决柳如烟没用，治标不治本。其实，我想进江氏工作。小陈，怎么突然想进公司了？你不是最喜欢画画吗？爷爷只希望你做自己想做的事。爷爷，您不能陪我一辈子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接手公司。前世的原主落得凄惨下场，这一世我接手公司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好好处理男主季伯达。如烟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不是你和江晨的婚礼吗？你这样过来……别提他了，我们已经退婚了。真的吗？你真的不会嫁给他了吗？是，我提的退婚。第二天，季伯达神采奕奕地来到江氏娱乐。在江氏娱乐，谁都知道季伯达背后有位神秘金主，却住着公司公寓，出入有保姆车接送。刚出电梯，就遇见经纪人方玲。林姐早。季伯达温柔一笑，方玲神色凝重。江氏空降新总裁，公司要大换血，我得去33层开会。季伯达不以为意地让开路，有柳如烟撑腰，换谁都动不了自己。这时，方玲神秘一笑。对了，休息室有几个男1号剧本，你很快就要跻身一线了。季伯达眼睛一亮，激动地抓住方玲的手臂。玲姐，这是真的吗？方玲含笑点头。季伯达飞奔回休息室，手忙脚乱地翻找剧本。他终于要当男1号了，星途璀璨的日子就在眼前。33层会议室，我是江晨。江少爷好。在这里，请叫我江总。明白了，江总。我满意的点点头，很好。接管江氏娱乐比我想象中顺利，大少爷这个身份确实好用。方玲，被点名的方玲心头一紧。江总有什么吩咐？我漫不经心道：“你手下是不是有个叫季伯达的艺人？”方玲谨慎回答：“是的，他今年21岁，演过几部大制作的男2号，目前是公司的3线艺员。”闻言，我嘴角微微上扬，瞥了他一眼。方玲摸不准这位大少爷的心思，只能中肯评价：季伯达商业价值还不错，暂时没什么负面新闻。我突然收起笑容。
笑容。这个小艺人我很不喜欢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方林笑容僵在脸上。江总放心，我明白的。17楼，季伯达正认真研读剧本，他幻想着自己出演男主角后跻身一线明星，片约代言不断的美梦。方林推门而入时，季伯达正笑容灿烂迎接。林姐回来了呀，新总裁是谁啊？我看了剧本还挺不错的。方林面无表情的打断，这个剧本不能给你了。季伯达笑容僵住，眼底闪过失望，但很快调整好情绪。那男二的剧本也行。方林再次打断，也不是给你的。季伯达瞪大眼睛，林姐，你在开玩笑吧？方林冷笑一声，谁跟你开玩笑？从今天起，你的资源全部收回，这是通知，不是商量。季伯达声音发颤，为什么？方林冷冷丢下一句，自己好好想想，你最近得罪了谁？季伯达脸色骤变，难道是？另一边，丁，发布任务，救赎顾清寒。顾清寒，要我改变他的结局吗？有意思。顾小姐，真惨啊！原本星途璀璨，却因为喜欢季伯阳，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。装什么清高？被刘总封杀后，你迟早要来求我。妈，您别动，我扶您。清寒来啦，最近工作不忙吗？怎么天天来看我？不忙的，妈，你好好养病。时薪1万。半小时后，他站在水墨兰亭别墅区门口，这个曾经他当红时都买不起的豪宅区，此刻让他倍感压力。按响门铃的瞬间，他差点想转身逃走。经历过全网雪藏，甚至被人刻意刁难，找不到工作的他不得不提高警惕。毕竟以他的长相，打他主意的男人很多。别墅大门缓缓打开，出乎意料，站在门后的是个年轻女孩。顾清寒暗自松了口气。你好，我是来应聘人体模特的。女孩突然瞪大眼睛指着他。你不就是那个大明星？曾经是。顾清寒语气平静。现在可以开始了吗？女孩连忙摆手。约你的不是我，是我家少爷，请进吧。顾清寒跟着小兰走进别墅，在2楼画室前，小兰停下脚步。少爷吩咐过，您自己进去就好。小兰压低声音，记住，无论少爷说什么都要照做，千万别质疑。顾清寒轻轻点头，待小兰离开，他才走进画室，同时一道慵懒的嗓音便飘了过来：“把衣服脱了。”少女瞬间红了脸。脱衣服？我只是来当模特的，不是来干什么其他的。说完，他就要转身离开，画架后面突然传来一声轻笑。顾清寒脚步一顿，你笑什么？他明知道此刻该立即离开的，却被那道笑声勾住了魂。画架后传来男人慵懒的声音：“你好像误会了，我让你脱衣服，不是要你干什么其他的。”我画笔在指尖轻转。顾小姐，还记得今天是来做什么的吗？少女抿了抿唇。人体模特。我放下画笔，语调带着若有似无的撩拨。我是要画你的身体。顾清寒站在原地，耳尖泛起薄红，理智催促他离开，可双腿却像生了根。这时画架后又传来轻笑：“很好，从现在开始按我的规则来，不许质疑，明白吗？”少女红着脸点头。我突然发声：“转过去。”少女老实转过身，我正朝她走来，脚步声渐近。顾清寒早知道顾主是个男人，只是没想到这么高贵帅气。我走来走去打量着他，照到面前时，他终于忍不住开口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我坏笑道：“验货呀，总得看看你合不合格吧。”我忽然凑近顾清寒，男人近在咫尺的脸让他脸红心跳。我瞧着他青涩的反应，暗自好笑。这届的女配居然这么纯情，有意思。仙女姐姐，你好像很紧张。顾清寒听到姐姐这个称呼时，微微怔了一下。自从被公司雪藏后，已经很久没人这样叫她了。我凑近她，耳边带着戏谑的语气，又叫了一声：“姐姐，怎么了吗？”顾清寒的耳尖瞬间红得滴血。我没紧张，我只是有点热。我捏了捏她发烫的耳垂。可是姐姐，你耳朵都红了呢。她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别随便碰我。”我挥挥手：“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现在把衣服脱了吧。”空气凝固了几秒，她知道我只是画画而已，但这直白的命令还是让她耳尖发烫。她害羞的小声说：“能请你先转身吗？”我眼尾微挑：“姐姐害羞了。”顾清寒声音清淡：“不是，只是不习惯被人看着脱衣服。”我笑了笑：“姐姐只是被看几下，就这么害羞。等一下，我要画姐姐不穿衣服的样子，要不我来帮你脱吧，先习惯习惯。”顾清寒慌忙拒绝：“不用了。”我噗呲一声笑了出来。他还是无法在一个男人面前光着身子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：“你说过按时薪1万计算。”我点了点头，开口：“没错，不过我画的主题是诱惑与欲望。”闻言，顾清寒脸色一僵。就算他之前是不怯场的明星，听到我的话也略为无措，就连说话都开始磕绊。见状，我摆了摆手，开口：“算了，不用脱了，就这样吧。”拿起画笔开始涂抹。另一边，季伯达的心情愁云惨淡。经纪人方林怪他得罪了大人物，停了他目前所有的工作。虽然季伯达是为了追星才进入娱乐圈，可是在尝到过万众瞩目、众星捧月的滋味后，谁又舍得重新回归平凡呢？不想失去一切的季伯达慌了，他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就是柳如烟。可是身为一个立着坚韧不拔、
自强不息、草根人设的男主，怎么能够一出事就去找柳如烟呢？这样跟那些被包养的小白脸有什么区别？可一旁的柳如烟见季伯达不高兴，自然不介意花费心思哄他。在高级西餐厅包场定下烛光晚餐，在优美的气氛下，一杯红酒下肚后，柳如烟只是问了一句，季伯达就将自己被欺负的事情给说了出来。玲姐说我得罪了大人物，上面要封杀雪藏我。可是如烟你知道的，做明星是我的梦想，现在他是不是快要被毁掉了？话语撇清了自己的关系，仿佛话有所指一般。柳如烟也听懂了他的暗示，几乎是第一时间开口道：伯达，你一向纯真善良，应该不是得罪了别人，一定是江辰搞的鬼。他肯定是知道了你的存在，所以那天才会……退婚2个字差一点被柳如烟给说漏了嘴，幸好他及时刹住车，不然要是被季伯达知道他是被江辰给退了婚，岂不是让人笑话？柳如烟越发愤懑难平了。伯达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一定会让江辰给你一个交代。季伯达有了柳如烟的保证，他就不担心了。吃完浪漫的晚餐后，柳如烟叫来服务员结账，甩出一张黑卡。谁知过了片刻，服务员拿着卡回来。对不起，女士，您的卡被冻结了，是否换一张支付？柳如烟脸色难看，肯定是刘老爷子做的，因为他婚礼当天跑掉，刘老爷子就对他使用了经济上的制裁，其他的卡不必多想，肯定也被冻结掉了，这就尴尬了。柳如烟从出生以来第一次这么丢脸，还丢到了心爱的男人面前，最后还是季伯达结了账。季伯达聪明的没有问柳如烟为什么卡被冻结掉，巧妙的用实际行动化解了他的尴尬。果然，柳如烟的脸色总算好了一些。两人回到公寓，他给刘老爷子打了个电话，一开口就是质问：爷爷，您为什么停掉我的卡？刘老爷子冷笑一声，缓缓的开口道：柳如烟，什么原因你自己心知肚明。柳如烟语气一滞，她握紧了手机开口：爷爷，我早就说过我不喜欢江辰，是你非要逼着我嫁给他。刘老爷子被气笑了，能够嫁给首富孙子，不知道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事情，偏偏柳如烟这个混蛋丫头拎不清，放着好好的首富少爷不要，喜欢上一个戏子。那你喜欢谁？那个戏子吗？你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份，没有柳家你什么都不是。给你3天的时间好好考虑清楚，要么回来给江辰认错，要么你名下的资产我都会一一收回来。柳如烟用冰冷的语气回了2个字：随你。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刘老爷子被气了个倒仰，恼怒的命人收回柳如烟名下的资产。此刻他成了落魄的千金。季伯达非但不嫌弃他，反而大为感动，从背后拥抱住他：如烟，你和你爷爷的话我都听到了，你都是为了我才跟家里闹翻的，从今以后就让我来养你好不好？柳如烟正在气头上，只觉得老爷子一直逼他，满腔愤怒郁结在心。听到季伯达这么说，柳如烟顿时感觉说要养他的季伯达格外有魅力。伯达，我果然没有爱错人。被赶出家门的落魄千金，从前住惯了别墅豪宅，第一次蜗居在这种小公寓里，对柳如烟来说倒是一种新鲜的体验。两人缠绵了几月，季伯达才想起自己的明星事业。柳如烟决定去皇天娱乐给季伯达撑腰。伯达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我倒是要看看谁敢欺负你。一到皇天娱乐，她浑身散发出千金小姐的气势，冰冷的眼神如寒夜般的看着方玲。就是你欺负我的伯达是吧？把他的资源给了别人，还想雪藏他。方玲又惊又怒，看了柳如烟一眼。首富少爷的未婚妻谁人不知？方玲一直都知道季伯达背后有金主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会是柳如烟。难怪江大少爷要对付他，季伯达可真是害死他了。什么女人的床都敢上，有柳如烟撑腰，季伯达根本不怕方玲。如烟，玲姐其实对我挺好的，她也是没有办法，你不要怪她。方玲也在一旁开口：刘总，欺负谈不上，这是皇天娱乐内部做出的决定。柳如烟勾了勾唇，冷冷一笑：很好，把你们黄总叫过来。黄总是前 CEO， 显然他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他以为听到自己叫黄总，方玲总该露出几分惶恐的神色。谁知方玲眼睛眨也不眨的回道：对不起刘总，黄总他被解雇了。柳如烟皱眉，隐约间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受控制了。被解雇了？方玲不卑不亢的说道：没错，现在的 CEO 是江总。江总？柳如烟没想过江总会是我。原主江辰是气质安静忧郁，总是安安静静的，江少爷跟江总这个称呼实在是令人很难想象到一起去。方玲目光闪了闪，看了眼亲密抱在一起两人，忽然生出了报复的心思，开口问道：刘总要见一见江总吗？柳如烟是来给小情人撑腰的，自然不能空手而归，不然岂不是在小情人面前丢脸？她下颚一抬，脸上神色带着傲慢，朝方玲趾高气扬的道：自然要见，你现在马上让这个江总过来见我。方玲嘴角划过一丝古怪的笑意。好的，刘总请稍等，我这就通知江总。从他们踏入皇天娱乐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知情，所以接到方玲的电话，
我并不意外。我微微往后一仰，姿态慵懒地坐在旋转座椅上。要么柳如烟自己滚上来见我，要么就让保安把不相干的人扔出皇天娱乐。收到指令的方林嘴角翘了翘，恭敬地回道：“好的，江总。”他转头向柳如烟转告我的话，嘴角含着一抹嘲讽的冷笑。刘总，江总说他很忙，没有空下来。您若是想见他，就请上33层的总裁办公室。对方毕竟还是柳家的小姐，所以方林还是给他留了几分面子，没有将我的话一字不变地转达。柳如烟听到江总不下来，反而让他亲自上33层总裁办公室，被气笑了。你难道没有告诉他我的身份吗？方林用一种你耳朵没问题吧的眼神看着柳如烟，提醒道：“刘总，你的身份我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江总了，您刚刚难道没有听见吗？”闻言，柳如烟脸有点疼，她自然是听见了，所以对方无视她的身份，令她越发的愤怒。柳如烟很少这么不被人放在眼里过，当即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倒是要看看这个江总是何方神圣。”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，他看到我坐在里面的那一刻，顿时傻眼了。我看着他笑了笑：“进来不知道敲门吗？还是柳小姐的家教就是如此呀？”闻言，柳如烟回过神来，皱眉开口：“江晨，你休想欺负博达！”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旁边的季博达整个人呆滞住了，就连眼珠都僵硬的发直。他知道柳如烟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却不想是眼前这个帅气的男总裁。此时的他感觉特别尴尬，可我却连眼神都没有给他一个，笑着回应柳如烟的话：“柳小姐，你哪只狗眼看到我欺负你的小情人了？”闻言，柳如烟一脸不可置信，一向喜欢自己的江晨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，他又震惊又羞怒。江晨，你……然而话到嘴边，却不知该说什么，一时气急了。我嘲讽地看着他反问：“我什么？”一旁的季伯达见状，连忙开口：“江少爷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如烟？”话还未说完，我一个眼神斜睨过去：“我说什么话做什么事，何时轮到你来教我？”季伯达咽了咽口水，莫名的觉得害怕，但是想起身边有柳如烟在，谅我也不敢对自己做什么，于是他硬着头皮继续开口：“江总，如烟她是柳家小姐，柳氏集团总裁，你怎么能如此肆意的辱骂如烟？”我朝他看了过去，笑了笑：“我就骂了柳如烟，她又能拿我怎么办呢？这就是我跟你的区别。”季伯达不敢反驳，因为我动动手指头就能毁了他。见心爱的小奶狗被我给怼了，柳如烟自然坐不住，怒视着我冷声道：“江晨，你得意什么？你不过是仗着江家肆意妄为而已。今天我过来是问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博达。”看有人帮忙出头，季伯达连忙开口：“江总，林姐说你停掉了我目前所有的工作。我虽然人微言轻，不比你生来就是大少爷，可是我们穷人也是有尊严有骨气的。若是江总再继续这样逼迫我，在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时候，也只能够鱼死网破了。”闻言，我瞥了他一眼：“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”季伯达继续开口：“虽然江家是首富，可是也不能够一手遮天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看着我的眼睛，仿佛在提醒我，他好歹也是拥有很多粉丝的偶像，我要是不给他活路，他也必定跟我拼个鱼死网破。我轻蔑地呵笑了声：“你错了，江家就是可以一手遮天。我提醒一句，虽然我现在瞧不上柳如烟了，但是有一点望你记清楚，在此之前，她是我的未婚妻，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小白脸。你说，要是被你的粉丝们知道，他们心目中的男神是个小白脸，你觉得会怎样？”闻言，季伯达瞳孔蓦然收缩。见状，柳如烟忍不住怼道：“江晨，你不要太过分，我从来不喜欢你，没有承认过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有什么资格说他是第三者？”我笑了笑，出声道：“好巧，我也不想承认，只是这些年柳家靠着江家也捞了不少的好处，你不想承认不重要，在世人眼里，你就是江家抛弃的媳妇儿。”此时的柳如烟怒气冲昏了他的头脑，见状，我勾了勾嘴角，继续开口：“我很忙的，没什么事的话就滚吧。”说完，我叫秘书进来，将两人给请了出去。就算两人不甘心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季伯达迷茫又委屈的道：“如烟，我跟皇天娱乐签了10年合约，江少爷手里捏着我的合约，他现在因爱生恨，我往后的前途该怎么办？”闻言，柳如烟一震，是因爱生恨吗？他这才恍然大悟，心中又有了一种莫名的底气。没有爱，哪里来的恨？江晨果然还是爱自己的。想到这，他牵起季伯达的手：“伯达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我帮你解决。江家固然厉害，但是我柳家也不是吃素的，大不了违约金我来替你付。柳氏集团旗下也有影视公司，虽然比不上皇天娱乐，只要你签过来，我怎么也不会让你受了委屈。何况江晨在皇天娱乐仗着自己江家少爷的身份胡作非为，他爷爷未必知情。江老爷子如果知情，必定不会让江晨好过。”说完，他直接一个电话打到江老爷子那里：“江老爷子，江晨根本就不懂公司管理，他在皇天娱乐胡作非为，随意打压艺人。老爷子，你觉得合适吗？”江老爷子当即就冷笑出声：“我的孙子，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。那个努力有前途的艺人，就是你那个小白脸吧？”柳如烟不知道怎么解释，硬着头皮开口：“江老爷子，我没有私心的，我提醒你，
还不是担心江晨把皇天娱乐给败光。皇天娱乐毕竟是江家赚钱的产业之一，我也是为了你们江家好啊。江老爷子冷笑一声，不需要，只要江晨高兴，一个小小的皇天娱乐，给他练练手又怎么样？我江洪涛亏得起。说完，直接挂了柳如烟的电话，转头就再拨打了一个电话出去，把刘老爷子骂了个狗血淋头。姓柳的，管好你孙女儿，鬼替他的小白脸出头，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，还敢指责江晨的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刘老爷子一接通电话，就被江老爷子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，顿时黑了脸。对方来势汹汹，底气十足，还有理有据。刘老爷子连嘴都不敢还一句，受了这样的气，自然要去找柳如烟这个作俑者的麻烦。柳如烟，你个混账东西，成天净在外面惹是生非，我看你是冲昏了头了。江晨是谁你不知道吗？江洪涛就这么一个孙子，恨不得把他宠上天。你倒好，竟然闹到江洪涛那里去了。我是该说你年少轻狂呢，还是该说你没长脑子呢？这次刘老爷子是真的气急了，将孙女骂完一顿，直接挂了电话，甚至昭告天下要断绝柳如烟所有资源。一是算给江老爷子一个交代，二是柳如烟的确让他感到失望。而柳如烟本想利用柳家的权势，却发现使唤不动柳氏集团的人，答应季伯达的那些自然就变成了一纸空谈。我既然决定对付这对贱男渣女，替原主江晨讨回一点利息，就自然没有要停手的道理。首富少爷的身份十分好用，都不需要脏了我自己的手。季伯达每天回来都向柳如烟诉苦，想让他帮忙，可柳如烟如今哪里有什么办法？雪上加霜的是，我暗示公司收回了他住的公寓，他俩不得不从公寓搬出去。现在的柳如烟落魄的只能靠小男友养着自己，她迷茫了，难道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？这段日子过得可谓是水深火热，我那边却是春风得意。顾清寒每日准时到水墨兰亭报道，我一边画画一边欣赏少女的美色，偶尔聊一聊她，却又点到即止。再听听助理给我汇报关于他俩水深火热的惨状，我开心的笑了。我决定到酒吧喝一杯，庆祝一下。媚夜酒吧是兰城的销金窟，昔日顾清寒就在这里唱歌。兰城封家大少爷风清扬一直是顾清寒的忠实粉丝，但那时顾清寒是风清扬遥不可及的星辰。如今星辰黯淡，风清扬也不在乎，追到了顾清寒驻唱的媚夜酒吧里。进了酒吧，我找了个卡座坐下，看着台上弹唱的顾清寒，美眸灵动流转的模样，我手轻攥着酒杯，偶尔抿上一口。顾清寒每周5只在媚夜酒吧表演一场，时间到了就下台。他一下台就被风清扬的人请了过去。妹妹，上次我跟你说的当我女朋友的事情，你考虑的怎么样？风清扬对顾清寒表白不止一次，只是顾清寒一直的态度都是拒绝。风清扬毕竟是风大少爷，被顾清寒拒绝多次，耐心也就越来越少。从前顾清寒是天上的星辰，娱乐圈的顶流明星，那时顾清寒对他高冷不假辞色，而现在顾清寒都已经是坠入黑暗的人，再也没有了昔日风光。这位风大少爷觉得自己仍然喜欢他，就已经是一种恩赐了。对方不领情，这让风清扬感觉十分的恼火。我自然不能让美貌的少女被人欺负，所以今晚我来了。此时顾清寒摇了摇头，抱歉，这位先生，我目前专心赚钱，并没有谈恋爱的打算。风清扬不死心，继续开口，我可以给你钱的。顾清寒淡淡的拒绝道，无功不受禄。风清扬皱眉看着他，是我不好吗？你一次又一次的拒绝我，还是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？顾清寒本来想说没有，但是脑海里却不自然的想起我，就迟疑了一瞬。就是这一下的迟疑，让风清扬看出了端倪，瞬间点燃心中的怒火。你不是说你只想赚钱吗？那个人是谁？顾清寒清冷的开口，这跟先生你无关。顾清寒头也没回，转身离开，才往前走了2步，就听见身后传来风清扬的声音。顾清寒，你好像有一个生病的妈妈吧？他猛然转身，貌美的面容附着一层寒霜，眸光透出几分凛冽的冷意。你想干什么？风清扬笑了笑，本少爷追了你这么久，你却一直都不答应，现在还喜欢上别的男人，害得本少爷都成了一个笑话。你说说，你不付出点代价怎么能行？顾清寒冷声道，你想怎么为难我都可以，但是别动我母亲。少女的眼眸透出孤注一掷的光芒，如果风清扬真的触碰到她的底线，她不怕与对方鱼死网破。风清扬被顾清寒的眼神微微吓了一跳。好，我不动你妈妈，但是不想你妈妈有什么事，就把这里的酒全部喝光。桌上点了数十瓶洋酒，都是高浓度的烈酒。顾清寒不敢赌，在喝之前，他清冷地说了句：酒我喝，只是希望先生你能够说到做到。说完，少女仰头，很快就喝掉1瓶烈酒。周围的众人起哄道。顾清寒喝完第1瓶时，眼前已经有了一丝眩晕的感觉，刚伸手去拿第2瓶，谁知一只手握住了他的手腕。我凑近在他耳边开口，喝酒也不叫我吗？顾清寒眼神迷离，轻轻吐字，江晨。我点了点头，是我。说完，轻轻地吻掉他唇边的酒。
他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你为什么亲我？我笑了笑，因为我喜欢你啊。说完，我勾起他的下巴。你喜欢我吗？顾清寒素来的清冷，蕴藏着一丝醉酒，微醺的迷离，却很坚定地回答：我喜欢，见第一面就喜欢。说完这句话后，他主动上前又亲了我一口。见状，风清扬觉得自己快疯了，望着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男人，对顾清寒又是亲又是抱，偏偏对他一向高冷的顾清寒却一点都不反抗，还说最喜欢他。风清扬脸色扭曲，歇斯底里的大喊：你是什么人，也敢跟我风清扬抢女人？真是不知死活！我让顾清寒乖巧地站好，然后斜睨了一眼风清扬。你是什么人，也敢对我大呼小叫？我看不知死活的人是你。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这么跟他说话。他上前就想出手，却不知哪里冒出来几个戴墨镜的黑衣男子，其中一人握住了他的手腕，力道很大。我只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：给本少爷废掉他一只手。说这句时，风清扬瞳孔蓦然紧缩。你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笑了笑，可以准确地告诉你，我敢动手。接到命令的黑衣保镖立马行动，只听见风清扬嘴里发出一道尖锐的惨叫声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。你是疯了吧？他可是蓝城风家的大少爷，你胆敢伤了风清扬，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风清扬哪里吃过这种苦，疼得脸色惨白，扭曲的放狠话：你真的是找死！我们风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我挑了挑眉，玩味的一笑：好啊，我拭目以待。这时，场中有个人认出我的身份，想提醒风清扬不要再作死。清扬，你快别说了，他是江家大少爷。闻言，风清扬的叫嚣声顿时卡在喉咙，满脸的僵硬。怎么可能？在得知我的身份过后，风清扬被废掉一条手臂，也不敢再瞎逼逼，更不提找我算账的事情。我成功的将喝醉的顾清寒从酒吧带走。第二天醒来，顾清寒发现自己身处一个陌生的房间里。这时，我从外面走了进来，顾清寒率先开口：江少爷，昨晚是你从酒吧带我回来的吗？我点头笑了笑回应：是啊，你该不会什么都不记得了吧？顾清寒睫毛颤了颤，吞吞吐吐的道：我喝醉了。我看着他开口：那我提醒一下你吧，你昨晚说不喜欢别人，最喜欢的人就是我，一直拉着我不让我走。昨晚我们还一起睡觉呢，你自己看你弄的。说完，我抬起手，微微扯开衣服，肌肤上绽开一道鲜红的咬痕。顾清寒窘迫的红了脸，别开视线。对不起。我笑着捧起他的脸调戏道：你脸红的样子真可爱，以后不要再去酒吧了好吗？顾清寒苦笑，如果可以，他也并不想去，只是母亲的病需要很多的钱。顾清寒抿起唇，可是……我打断赫尔没说完的话。你是在担心你母亲的病吗？那个简单，只要你重新做回明星，不都能解决了吗？顾清寒眸光微变，摇了摇头。我是被皇天娱乐雪藏的艺人，不可能跳槽到其他公司去的。那是一笔天价违约金。我嘴角上扬，谁说让你跳槽到其他娱乐公司去了？就在皇天娱乐，说不定公司决定重新捧红你呢。听到这，顾清寒低下头开口：不可能，封杀我的人是柳氏集团的柳如烟，听说她是首富家的少夫人，皇天娱乐是江氏集团的产业。既然柳如烟发了话，怎么可能？话还未说完，我就打断了他。柳如烟才不是首富家的少夫人，她已经是柳家的弃女，不再是什么柳氏集团的总裁。她现在自身都难保了，没办法再对你做什么了。顾清寒也没问我怎么知道这些，他知道我不是个普通人，眼神定定地看着我问：你很希望我重新做回明星吗？我点了点头。当然了，你在舞台上的样子最耀眼了。说完，我又亲了他一口。顾清寒被亲得脸色微红。既然是你希望的，那么我重新站到星光下又何妨？有人决定走出黑暗，重归璀璨星光，有人却由云端坠下，在泥泞里摸爬滚打。柳如烟再次从刘母那里得知，刘老爷子不仅断掉了他的所有资源，还打算跟他断绝关系，这也让刘母急得跳脚了。如烟，你继续跟你爷爷这么犟下去，将来柳家可是没有我们母女俩的容身之地了。回来好好求求爷爷，算妈妈求你了。刘母说的言辞殷切诚恳，柳如烟不是不愿意回到柳家，只是不愿意向江辰低头，因为他知道老爷子必定会让他亲自上江家负荆请罪，这是柳如烟最不愿意做的事情。他看向一旁的季伯达，伯达，我妈让我回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可是我怎么能离开你呢？季伯达心中也有自己的小心思，换作从前，他自然不想柳如烟离开，恨不得时时刻刻缠绵在一处。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柳如烟，不是他想要的。季伯达连忙开口道：如烟，你回去吧，我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你的心里有我，哪怕你不在我身边，我心中也是欢喜的。季伯达如此善解人意，柳如烟就再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回到柳家。刘老爷子见他乖乖的回来，嘴上不说，心里也并非不高兴。只要如烟能够哄得江辰回心转意，那么他筹谋多年的计划也不算功亏一篑，说不定还能够有转机。抱着多方计较的心理，刘老爷子沉着脸开口道：江辰是爷爷心中中意的女婿，只要你能够求得江辰的原谅，让他回心转意，重新答应娶你，那么你才能回柳家。
对于老爷子提出的条件，柳如烟一点都不感到意外。她清楚的知道，老爷子让自己这么做，不过是觊觎江家的泼天富贵罢了。她嘴角勾起一个轻讽又自信的弧度，十分自信的说道：“爷爷，我知道了，江晨心里有我。我想要让江晨回心转意并不难。”闻言，刘老爷子的眼神顿时柔和了许多，正想承诺柳如烟什么，这个时候响起一道似笑非笑的声音，来自柳家客厅里坐着的另外一个女人，模样跟柳如烟有3分相似，只是气质不同。江少爷怎么说也是首富的孙子，婚礼当天新娘走掉，给了他这么大的难堪，恐怕不是3言2语就能够哄好的。就算哄得了江少爷本人，江老爷子那一关也不好过吧？老爷子，你说呢？刘老爷子一想，顿时觉得有道理，原本到了口中的话又收了回去，看向柳如烟的眼神也不复刚才的柔和。你先哄回江晨那小子再说吧。连个最简单的承诺都没给，比如说只要他能够哄得江晨回心转意，就解封他的卡。柳如烟看见老爷子神色分明有些动摇，结果因为柳思雅短短几句话又重新变成冷淡的样子。他看向柳思雅的眼神充满了敌意，等着吧，等我哄好了江晨，重新得到爷爷的重视，到时候整死你。刘母携柳如烟来到江家大宅，只是刚到门口就被女佣拦住。对不起，我们家少爷还在睡觉，两位请稍等一下吧。刘母皱眉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还在睡觉？你去把江晨叫下来吧。说话的语气有点像丈母娘的身份。小兰愣了下，看向刘母的眼神多几分敌意。你没吃错药吧？少爷愿意睡多久就睡多久，连老爷子都不管了。柳夫人，您未免管得太多了吧？闻言，刘母也不生气，想到自己今天来江家的目的，她这才忍着脾气没有发作。小兰退下后，怕自家少爷吃亏，偷偷的给江老爷子打了电话。江老爷子赶回来后，我这才睡醒了，下楼扫了一眼母女，淡淡开口：“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，好热闹呀。”柳如烟的目光几乎是第一时间被我吸引，今天的江晨似乎变帅了，他的眼神闪过一抹炙热。刘母瞥了眼女儿的眼神，心下一喜，有戏。原本她还担心女儿阳奉阴违，对江晨拉不下面子，放不下身段来呢。刘母觉得柳如烟这次肯定乖乖听话，向江晨低头认错，就开口拉近关系。江晨啊，什么客人不客人的，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你可是我女婿呢。我没有搭理他，走到沙发坐下。刘母神色变得讪讪的，脸上有些挂不住。这个江晨没想到这么不给面子，自己好歹也是他未来的丈母娘，仗着自己是首富的孙子，真是一点都不懂事。现在还是先忍忍吧。江老爷子扫了一眼母女俩，语气沉沉的开口：“不知二位今天前来有何贵干？”江老爷子的态度谁都看得出来，明晃晃的不喜。刘母只好硬着头皮表明来意。江老爷子，是这样的，那天婚礼的事情，我们如烟已经知道错了，今天专程过来，就是想跟江晨道个歉，请江晨原谅。江老爷子冷哼一声：“道歉？伤害了我孙子，一句道歉就想算了吗？想的倒是挺美。”我淡淡开口：“不知柳小姐今天来是想怎么向我道歉？”柳如烟握紧了拳头，低下头咬牙说了一句：“对不起，江晨，我不应该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我嗤笑了一声，仿佛听到什么笑话一般。原来这就是柳小姐的道歉啊！我脸上漾起漫不经心的神色，还有一丝明晃晃的清爽。刘母一听这情况不对啊，连忙着急的打圆场道：“江晨，你别生气，如烟是诚心诚意的向你认错请罪的，只是我这个女儿一向嘴笨，说不来甜言蜜语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想如何尽管说。”我笑了笑：“伯母是名门闺秀，应该听说过一个典故吧？什么负荆请罪之类的，应该知道吧？”刘母脸色僵硬住，她一副为难的样子。我继续说道：“伯母刚刚不是说诚心诚意来向我认错请罪的吗？怎么这会儿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？该不会是随口说说的吧？”刘母尴尬的笑道：“怎么会呢？江晨，你别是误会，只是这负荆请罪，这里又没有金条什么的。”我头一扬，说出来的话却是令柳如烟恨不得掐死我。那这样吧，让她跪下给我道个歉。刘母心疼女儿，下意识的反驳道：“这怎么能行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：“我堂堂江家大少爷，难道受不起吗？”江老爷子一向宠着孙子，开口道：“我江洪涛的孙子，自然什么都受得起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我看你们母女俩根本就不是来诚心道歉的。小兰，送客。”柳如烟心知今天要是就这么回去，恐怕再也不可能登江家的大门，一咬牙，扑通一声在我面前跪了下来：“江晨，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吧。”他忍辱负重的说完，抬起眼底闪过一丝猩红，盯着我开口：“这样你满意了吗？”我迎上柳如烟愤懑的目光，微微一笑：“柳小姐都亲自下跪了，倒是挺有诚意的。”江老爷子听了我这话，皱了皱眉头，却终究没有多说什么。刘母顾不得心疼女儿，当即连忙说道：“当然了，如烟可是真心实意的向你认错，你看你们俩的这婚事。”闻言我摆了摆手：“当然是算了。”刘母一脸震惊：“什么？算了？”江老爷子皱起的眉头舒展了一分。
刘母急急忙忙的道：“不是，江辰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看如烟都亲自向你下跪道歉了，你这怎么能？”我打断他的话：“柳夫人，那日柳如烟作为新娘在婚礼上走掉，折损了我江家的颜面，这一跪难道不应当吗？”听到这话，刘母面容僵硬的扯出一个勉强的笑：“只是江辰，你与如烟多年的感情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又被我打断：“柳夫人，以前的感情在婚礼那天就消失殆尽了。”刘母彻底说不出话来了。柳如烟还跪在地上，黑眸敛起屈辱的神色，声音沉冷的开口：“江辰，是你先提出不结婚的，想甩锅给我，没门！”我放下手中的咖啡杯，因为在结婚前，我发现自己的未婚妻在外面包养了小白脸，所以我才提出不结婚。闻言，柳如烟硬着头皮开口：“你难道就这么狠心吗？将我们多年的感情弃之不顾吗？江辰，我向你保证，这种事情绝不会有下次。”这些话我听着感觉巨恶心，因为他上位以后把原主弄到精神病院去了，直接转嫁了季伯达。想到这，我淡淡的哦了一声，他又继续开口：“江辰，你要怎么样才能重新相信我？”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淡淡道：“这样吧，这次换你来追我，我需要你的时候随叫随到。我说往东，你不能往西的那种追求。”柳如烟听着，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儿，这是追求，确定不是当你的小跟班。我下颚一抬，就像是纨绔子弟一样的口吻质问：“怎么，你不愿意？”柳如烟骑虎难下，按理说我提出的要求也不算过分。两人之前那场婚礼成了兰城一个闹剧，必定有一方需要低头，这个低头的人也必定是他。只是柳如烟心中依旧划过一丝不安，总觉得只要答应了我，就会陷入到某种不利的境地当中去。最终他没有拒绝的余地，点了点头：“我答应。”柳如烟上门请求江家的原谅，算是成功了一半。刘老爷子自然很高兴，当即将他的卡给解冻。刘老爷子高兴道：“如烟啊，江辰如今愿意给你一个这个机会，说明他的心里边还是有你的，所以这次你一定要卯足了劲，好好的表现，知道吗？”柳如烟点头：“知道了，爷爷。”接下来柳如烟开始认认真真的追求起我来。下班时，她到皇天娱乐大厦楼下接我，我刚走出来，柳如烟就上前道：“江辰，我来接你下班。”我看了眼她怀里的玫瑰花，嫌弃的问道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见我表情不对，没有丝毫欢喜的样子，柳如烟皱眉回答道：“玫瑰花。”我毫不客气的道：“我又不眼瞎，当然知道这是玫瑰花。我是问你送这个给我干什么？想要害死我吗？”柳如烟连忙皱眉解释道：“江辰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会想害你？”我瞥了他一眼：“我玫瑰花过敏，你不知道啊？你还故意送我玫瑰花，你不是想要害死我是什么？”玫瑰花过敏自然是瞎扯的，这个柳如烟还真不知道。江辰，你误会了，我不知道你玫瑰花过敏。我满眼都是对他的轻蔑和不屑，连我花过敏都不知道，你也配说爱我？柳如烟想发怒，却想到自己如今不能得罪我，强行压下心口的火气，缓缓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来。江辰，以前是我不够了解你，不知道你玫瑰花过敏，今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爱你的，事事将你放在第一位。你不要生气啊，你不喜欢玫瑰花，我扔了它就是。这时我突然开口：“等等，我玫瑰花过敏，但就这么扔掉，未免太过可惜。这样吧，不如你把这花送给季伯达，废物利用一下。”废物利用这几个字，成功的让他脸上的笑容消失。季伯达是他喜欢的男人，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羞辱。柳如烟强憋着怒火说道：“江辰，都是过去的事情，我现在对他没有一点感情。你是堂堂江家大少爷，实在没必要跟他计较。何况季伯达现在也不在这里。”我冷笑着往某个方向一点动作，带着一分漫不经心。喏，这不就是季伯达吗？柳如烟心头一震，顺着我指点的方向一看，只见不远处站着一个男人，应该是听见了他刚才说过的话，正满脸伤心且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柳如烟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：“伯达！”想要跟他解释事情不是他听到的那样，自己不得已才这么说的。他深深地看了一眼季伯达，希望他能够懂自己。季伯达伤心地转身离开。我扬声道：“季伯达。”他转回身来：“江总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”这玫瑰花我闻着过敏，扔了挺可惜的，你拿去吧。我看向柳如烟手里的玫瑰花时，眼底写着一丝明晃晃的厌恶。季伯达顿时觉得自己被我给羞辱了，他咬着牙拒绝道：“江总，我不喜欢玫瑰花。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就听我噗嗤一笑：“季伯达，我对玫瑰花过敏，恰好你经过这里，帮忙处理一下这束玫瑰。当然，你拿回家也行，懂了吗？”言下之意，鬼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你就是我顺手处理一下垃圾的人而已。几句话就让季伯达的脸色变化，强忍着心中不满，接过玫瑰便离开了。柳如烟默默地咬着牙，手指攥紧成拳。我漫不经心地感慨：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10几年里，江家和柳家一些产业错综复杂，就算江老爷子有心想要收拾柳家，那也得需要时间。我给柳如烟一个重新追求自己的机会，不过是一个迷惑刘老
老爷子的幌子罢了。江家早已经在慢慢收网，只等待最后的时机将柳家击垮。当然，这暗中少不了柳思雅的功劳，她是柳家的私生女，真正的目的是颠覆柳氏。柳思雅偷偷找上我合作的时候，为表明诚意，在我面前自揭了陈年的伤疤。原来她的母亲被柳父玷污才怀上的她，当时柳家用一笔钱打发了她的母亲，而罪魁祸首柳父依旧游戏人间，甚至连她母亲的名字都不曾记得。柳思雅自小背负着私生女的骂名，母亲很早的时候就抑郁而终，她一心想要弄垮柳氏。如果单靠自己，她这个心愿得耗费好几年，于是才主动找到我。我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。我们谈话完后，柳思雅离开皇天娱乐的总裁办公室，恰好碰上过来的柳如烟。柳如烟见到她从我的总裁办公室出来，目光充满了敌意的瞪着柳思雅，质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柳思雅笑了笑，淡淡开口：“代表柳氏过来跟江总谈一桩合作，我想就不必要向你交代了吧。”柳如烟又转头对我，语气毫不客气的质问道：“江晨，柳思雅过来是做什么的？你是不是跟她有什么特殊关系？”就差没有直接明问你是不是跟柳思雅有一腿。我也不生气，嗤笑一声：“柳如烟，你是以什么身份来质问我？未婚妻还是老婆？似乎都不是吧？你没有权利干涉我过多的事情，知道了吗？”将柳如烟给羞辱了个彻底。换做从前，她恐怕早就摔门离去，如今可能是被我虐习惯了。柳如烟只是咬牙回答道：“知道了。”我对待她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，时不时把她拎出来虐一虐。但对待顾清寒可就不一样了，比春风还和煦温暖。我给顾清寒重新换了经纪人，点名道姓的要重新捧红他。下面的人见风使舵，自然制定了一整套让他洗白翻红的计划，很容易就以一个全新的姿态重新走入大众的视野里。对此，顾清寒心里倒是波澜不惊。经历过低谷，在黑暗中待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人，就算有朝一日重新被星光宠爱加深，也不会再有特别激动的情绪。顾清寒在公司的待遇直线上升，公司的人见到他都会叫上一声顾姐，包括季伯达。季伯达如今没有了人捧，勉勉强强能够接到一个小角色，而顾清寒重回璀璨的星光下，他对顾清寒又重新带上了偶像滤镜，连带着对柳如烟的心思都怠慢了几分。在同一个公司里，季伯达想办法靠近顾清寒，顾清寒的经纪人知道了后，告诉了他前因后果。总之就是离他远点，知道吗？顾清寒将经纪人的话听了进去，浅眸微微一动。当初据说封杀他的大人物就是柳如烟，而这个三番四次借机接近过他的季伯达，似乎又说过他是自己的粉丝，难道这其中有什么关系不成？少女心智聪慧，敏锐地察觉到中间必有隐情。若真的是他猜测的那样，那么也太可笑了。貌美的少女紧紧地抿着纤薄殷红的唇瓣。知道了，今后我会离季伯达远一些。经纪人满意的点头，正想说什么，就听顾清寒又说了句：“我是有男朋友的人，不能让他误会的。”提及男朋友，少女眸光温柔而明亮，嘴角微微上扬。经纪人大惊失色：“什么？你有男朋友了？”经纪人连忙捂住自己嘴，压低了声音，语气仍然是不掩激动：“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你男朋友是谁？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？你知不知道偶像明星是不允许谈恋爱的？”顾清寒无视掉经纪人最后一句话，回答了2个问题。不久之前，他是个很帅气的男孩子。经纪人烦躁地抬手扒了扒自己的头发，一看你就知道是情根深重了。顾清寒没有否认，经纪人喋喋不休的道：“顾姐，你知不知道你有男朋友的这件事情？万一要是让你的粉丝知道，会造成多大的后果？”顾清寒点了点头，知道，无非就是失去现在的一切，回到从前的样子。经纪人顿时露出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。顾清寒眼神明亮坚定：“我从前本就一无所有，在黑暗的深渊里独行，他向我伸出了手，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光。他是独一无二、不可取代的存在，哪怕是重新跌落回低谷，只要抓住了光芒，也不会再有黑暗。我宁愿放弃现在所拥有的，也不愿放开他的手。”经纪人听完沉默了，最后也没有强迫顾清寒必须跟男朋友分手，只是小声开口：“那你一定将他给保护好吧？以你的明星身份谈恋爱本就阻碍重重，对方是素人的话，很容易受到伤害。这种伤害来自于你的粉丝。”顾清寒抿起唇点头，嗯了声。经纪人又接着说：“皇天娱乐决定重新捧你，想必是看中你的商业价值。不过作为你的经纪人，你还是得把你男朋友的身份先告诉我，我好有个心理准备，将来万一出了点什么事，也能提前想到应对方案。”这一点顾清寒知道，经纪人说的没错，他本来也没打算瞒着，只是经纪人一开始没问。顾清寒开口道：“是个素人，但是比娱乐圈里大多数男星都要长得帅。”经纪人又问：“素人啊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哪天把他叫过来，我见上一面吧。”顾清寒的表情立刻警惕起来，仿佛经纪人觊觎他的宝贝一般。见面做什么？经纪人好气又好笑：“得，别露出一副我要抢你家宝贝的表情，我就是叮嘱他一些事情。对方是素人，不是明星，一些娱乐圈的法则他不懂，万一在外面跟人炫耀自己是你的男朋友踩雷了，还不是我来收拾烂摊子，所以提前跟他讲一下。”顾清寒维护道：“江晨不是那样的人，我知道你心疼男朋友，
可你说什么？经纪人瞪大了眼睛。江晨，经纪人想到皇天娱乐新上任的总裁，首富江家的大少爷，他的名字不正是叫江晨吗？应该不会这要巧吧？经纪人咽了咽口水，为自己的猜测震惊，心中觉得不可能，又忍不住开口问：清寒，你的男朋友全名叫什么？顾清寒轻声道：江晨。顾清寒见经纪人表情不对，你怎么了？经纪人一开口就满是抑制不住的激动。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？一声不吭就勾搭上大少爷。经纪人一脸喜色。大少爷？什么大少爷？顾清寒没有主动问过我的身份，而我的信息一向被保护得很好。世人只知道蓝城首富江家有这么一位大少爷，却不知道叫什么名字，长什么样子。我向江老爷子要了皇天娱乐的 CEO 职位后，才在人前露了脸。却也只有皇天娱乐的高层知道，底下的艺人们只知道公司空降了一位总裁，只知道姓江。顾清寒作为才重新翻红的艺人，还没有机会接触到高层才知道的事情。何况谁好奇心不强，性格又是低调，不知道总裁的真名也不足为奇。经纪人眼神古怪的看了顾清寒几眼。你该不会还不知道江晨是谁吧？顾清寒抿起唇，只知道他是我男朋友。经纪人心里卧槽了下，看这样子他还真不知道。没想到大少爷口味还挺清奇，这是玩角色扮演吗？装普通人追星女朋友？经纪人嘴角抽了抽。江晨，蓝城江家的大少爷，首富大佬江洪涛的孙子，也是目前皇天娱乐的新总裁。清寒，你现在知道他什么身份了吧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可是走大运了，有了江大少爷撑腰，你何愁在娱乐圈不火？顾清寒脸色淡然沉静，心中却卷起一场风暴。原来江晨的身份竟是江家少爷吗？这么说自己能够被解除封杀令，都是因为江晨。顾清寒死死地抿起唇，脑海中现在就只有一个念头：我想见他，立刻马上。皇天娱乐总裁办公室在最顶楼的33层，一般艺人不得随意进出，可顾清寒坚持要上去。经纪人也没办法，只能带他上去。一进入电梯，恰巧碰到柳如烟也在电梯里，看样子也是去33顶层的总裁办公室。顾清寒满心只有顾晨，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一个。柳如烟认出了顾清寒，因为季伯达喜欢这位少女偶像明星，他当初没有少吃过顾清寒的醋。虽然两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无交集，被顾清寒无视，柳如烟不禁怒意横生。经纪人急忙出来打圆场：柳小姐，真是幸会幸会，你认识我们家清寒吗？柳如烟正在气头上冷笑道：一个戏子而已，谁要认识他？经纪人尴尬的陪笑，却不禁暗地里撇了撇嘴，心想：拽什么拽？有什么好拽的？你追求不上的未婚夫，还不是我们家清寒的男朋友？经纪人和柳如烟交锋，顾清寒这才回过神来，听到经纪人刚刚叫对面柳小姐，难道这就是江晨的前未婚妻？顾清寒眸光微转，打量了几眼柳如烟，在发现对方容貌和身材都不及自己之后，才放下了心。到了33层，柳如烟率先走出电梯，少女与经纪人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。经纪人压低了声音说：你别担心，就算将来柳小姐跟江晨联姻，江晨好歹做过你的男朋友，不会再让他对你出手的。闻言，顾清寒眉眼轻蹙了起来。联姻？为什么会联姻？你傻啊？柳江两家都是蓝城的名门望族，他俩又是青梅竹马，自然是要联姻的。你该不会还想将来跟大少爷结婚吧？顾清寒没说话，经纪人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道：清寒，现实点，大少爷跟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谈恋爱可以，结婚总归还是要找个门当户对的。听说柳小姐现在正在追求大少爷，想挽回大少爷的心呢，说不定哪天就和好如初了呢。你呀，凡事看开一点，不要强求。一直沉默不语的顾清寒忽然轻轻抬起眼，琉璃浅眸色彩深沉，看着经纪人：如果我偏要强求呢？经纪人瞪圆了眼睛：哎，清寒，你想做什么？你可千万不要胡来啊！将经纪人慌乱的叫喊声甩在身后，他几步走到总裁办公室，伸手推开正在跟我说话的柳如烟，一转头看见是顾清寒，当即不悦的蹙起眉问道：你怎么进来了？不知道敲门吗？还有，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。柳如烟俨然以此间主人的身份自居，对顾清寒下逐客令。我看见顾清寒突然间出现的时候，眼眸闪过一丝惊讶。我知道顾清寒一定是知道自己的真正身份，从来就没有刻意隐瞒过，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心虚的。顾清寒不冷不淡地回了一句：这里不是我应该来的地方，难道就是柳小姐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吗？说到这，顾清寒直视柳如烟，目光淡淡的清冷，但那唇瓣说出来的话却让柳如烟觉得他是在嘲讽自己。据我所知，柳小姐似乎现在没有什么职务在身，不存在因为公事过来找江少爷。至于私事，柳小姐与江少爷婚约早已经作罢，而且是因为柳小姐你出轨的缘故，所以似乎也没有理由再有脸面来纠缠江少爷才是。我托腮饶有兴致地看着他，也没有阻止他的意思，反而以一种悠闲的姿态在看好戏。柳如烟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眼神冰冷又敌意十足，质问道：你算是什么人？
我跟江晨的事情，你凭什么管？你又以什么身份管？闻言，顾清寒不仅没有知难而退，反而几步走到我身边，在柳如烟震惊的目光下，俯身在我唇上吻了一下，直起身来，微微斜睨着柳如烟，语气清冷地道：“不巧，我正是江晨的女朋友。”柳如烟瞳孔蓦然放大，目光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她觉得自己要疯了。江晨，他竟然敢出轨，还是当着自己的面。感觉头顶绿油油的柳如烟当即看向我，那愤怒的眼神恨不得一把掐死我。她火冒三丈地质问道：“江晨，你不觉得应该给我解释一下吗？”我觉得好笑，反问道：“不知道柳小姐想让我跟你解释什么？还跟我装傻充愣？”柳如烟直接指向顾清寒，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有一丝心虚，笑吟吟地将顾清寒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让他跟自己坐同一张椅子，颇有大佬搂着小娇妻的感觉。如你所见，她是我女朋友。我偏过头往顾清寒的脸上亲了一口，冲柳如烟挑眉一笑：“柳小姐还有什么疑问吗？”柳如烟脸色气愤的铁青：“江晨，她是你的女朋友，那我呢？我这个未婚妻算什么？”你算个毛线！容我提醒柳小姐一句，你已经不是了。我一个轻蔑的眼神朝她飘过去。所以啊，男未婚女未嫁的，我只是正常的谈个恋爱，别搞得我给你戴了一个绿帽子似的。柳如烟脸色很黑：“江晨，你玩我，你个混蛋渣男！这段时间你一直在耍我。”他看向我的目光恨不得将我给生吞活剥了。我就在这样的目光里看热闹，不嫌事大地反问道：“你到现在才看出来吗？真是蠢呐！”被我一顿羞辱，他还能再待下去才怪。柳如烟摔门而出，办公室里顿时就只剩下我和顾清寒。顾清寒刚刚是头脑一热，才在柳如烟面前秀了一波恩爱。紧挨着我的他忽然间觉得哪都不自在起来，动作有点慌乱，无措的想要起身，却被我给拉住，让他坐了回来。我笑了笑：“姐姐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”顾清寒轻声说了句：“不是。”下意识地转过头，恰好唇瓣吻上我的嘴。顾清寒顿住，大概也是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，就连呼吸都屏住了。我的唇贴在少女唇上，笑道：“姐姐，这真是一个美妙的意外啊！姐姐别生气了。”顾清寒别开了目光，张口道：“没有，我从来没有生你的气。”我捧住他的脸：“姐姐，我瞒着你我身份的事情，真的不生气吗？”顾清寒低低的回答，声音却很坚定：“本来我也没问过你，所以不算隐瞒。”我心下掠过一丝愉悦的情绪，软软的亲了一口：“姐姐真好。”顾清寒强忍着没有吻回去，心里还记挂着另外一件事情。柳如烟刚刚离开前表情不善，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顾清寒出身平凡，不懂豪门之间的恩恩怨怨，但是他担心我。姐姐不用担心，我既然敢做，就不怕柳如烟或者柳家报复。为了不让他忧心此事，我将一些事情说给他听。在蓝城论权势和财力，柳家远不及江家。柳家能够有今天，还多是沾了江家的光。本来以为对付柳家还要花费些时日，可现在柳氏集团里有一个柳老爷子绝对想不到的人，他比我更想颠覆柳家。有了这个内应，弄倒柳家不费吹灰之力。听完，顾清寒抿起唇：“那就好。”我慢悠悠地开口问道：“姐姐就不恨柳如烟吗？你应该知道是柳如烟对你做的那一切吧？”恨倒是不恨，爱与恨都是珍贵的感情，他不会浪费在柳如烟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身上。顾清寒只是单纯的好奇一件事情：为什么他会对付我？我一字一顿地回答道：“因为季伯达。”如果不是今天经纪人提过这个名字，顾清寒都不会知道季伯达这个人。顾清寒开口：“我并不认识他。从前是顶流偶像的时候，顾清寒不会注意到季伯达，后来被封杀落魄，季伯达成名，他却没有怎么注意过娱乐圈的更迭变化。”我替顾清寒解答疑惑：“季伯达是你的粉丝？”顾清寒起初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反应过来后，顿时觉得挺无语。这个柳如烟，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高冷美少女还是第一次这么毒舌。我扑哧一笑，颇为赞同的开口：“她脑子就是有问题，不然也不会因为季伯达追星吃醋封杀你。不过说到底啊，还是姐姐这张脸太好看，喜欢招蜂引蝶。”顾清寒抿起唇瓣，高冷的她难得流露出一丝孩子气。这也能怪我吗？看她一脸委屈的样子，我连忙轻呼：“不怪不怪，姐姐如此好看貌美，要怪也只能怪季伯达心怀不轨，还有那个脑子有病的柳如烟。”提起柳如烟，顾清寒总觉得有一根刺扎在心间。江晨，你喜欢她吗？我捧起她的脸跟她对视：“姐姐，这是在吃醋吗？”我知道少女性格高冷，却清纯羞涩，对于我的这个问题，大抵应该是沉默不语。谁知却听见顾清寒轻声道：“是，柳如烟曾经是你未婚妻的这件事情，我很吃醋。我知道这不应该，是我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也怨不得谁。但是就是吃醋。”顾清寒第一次这么直白的在我面前剖析自己的心意，我还挺喜欢这样的。
在他额头亲吻一下，看着他开口：“姐姐，不用吃醋，我现在是你的。至于柳如烟，你就当做我从前眼睛瞎了，单纯的看错人了吧。”顾清寒说：“不要这么说自己，是他柳如烟不好，以后我会对你好的，我不会像他那样。”我笑了笑，开口：“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”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柳氏集团以一种近乎溃败的速度宣布破产。柳老爷子一生都致力于将柳氏集团给发扬光大，让柳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为此，他筹谋数年，甚至从小就让自己的孙女讨好首富江家的少爷。到头来，柳家却毁于一旦，可以说是毁在了他的2个好孙女手上，一个直接，一个间接。老爷子承受不住这个打击，就病倒了。老牌豪门柳家就这么消失在兰城上流社会的视野里。柳家没了，柳如烟这次不再是柳氏千金，所有的存款和房产被银行查封拍卖。这一回是真真正正的变得一无所有，无处可去的柳如烟想到了她的真爱季伯达，敲响了公寓的门。季伯达打开门，见到来人，小脸僵了僵，因为来的不仅是柳如烟，还有他妈柳夫人。柳如烟身上穿着的衬衣皱巴巴的，像是好几天没有换过，深邃的黑眸里也浮着一层红色的血丝，目光深沉地看向季伯达。伯达，你应该听说了柳家的事了吧？季伯达抿起唇，轻轻地点了下头。如烟，你不要难过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度过这次难关的。柳如烟苦笑，慢吞吞地开口：伯达，我和我妈现在无处可去，可以在你这里借住一段时间吗？季伯达脸色闪过一丝僵硬之色，收留柳如烟都有些勉强了，还要收留柳夫人，他内心是拒绝的。可是柳如烟毕竟是他的真爱，至少目前来说还是的，他说不出一句拒绝的话来，只得让柳如烟母子俩进来。柳母一走进来就满眼嫌弃，对季伯达的公寓评头论足。这么小的房子怎么能住人啊？我们家的厕所都比这个房间大，还有这地真是脏死了，也不知道几天没有打扫了，跟个垃圾堆似的。季伯达听了，脸色自然不太好看。柳母显然没有拎清自己的身份，还以为自己是从前风光无限的豪门太太呢。柳母指使季伯达做事的时候，柳如烟屁话都不放一个，也就只会在这个时候抱着季伯达亲吻。她怜惜的道：伯达，辛苦你了，我妈就是这个脾气，你不要介意，多忍让她一点。母女俩完全就是鸠占鹊巢的感觉，因为在母女俩看来，季伯达今后都是要和她结婚的，柳夫人迟早都是她的丈母娘。季伯达心里却怨念颇深，委屈的不行，谁要娶柳如烟啊？柳家现在都破产了，而他季伯达年轻帅气，还是个小明星，并不一定非得吊死在这棵树上好吗？柳如烟心高气傲，一心想着重新光耀门楣，哄着季伯达拿出积蓄做生意，结果赔了个一干二净。柳如烟不仅没有要还的意思，还想向他伸手，说再给他一次机会，这一次他一定可以东山再起。季伯达不再拿钱给柳如烟冒险，他努力劝说他，哪怕明知道对方不高兴，也要说江家下了决心要对付你，不可能让你东山再起的，不如你还是老老实实的出去找份工作吧。柳如烟跟季伯达吵了一架后，似乎也对娘家死了心，开始着手找工作。可没想到投出去的简历全部都石沉大海，长此以往，柳如烟就只能闲在家。季伯达已经不是当红小花，只能跑跑龙套，收入跟从前那叫一个天壤之别。柳如烟母子俩都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主，如今住在季伯达的公寓里，也不知道收敛。季伯达没有办法，只得咬牙努力拍戏，接不到什么好角色的他，只能客串一下恶毒男配。久而久之，竟然像是成了恶毒男配专业户。与季伯达的坎坷星途相比，顾清寒在娱乐圈走的路鲜花盛开。不过短短1年时间，他就重新回到顶流偶像的位置，比以前更红。季伯达曾经远远地看过对方一眼，偶像的容貌似乎更好看了，看一眼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想过靠近顾清寒，可顾清寒的经纪人对他似乎颇有敌意，防范得十分紧。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，他离他那样的近，如今想要跟他说句话都成了一种奢望。季伯达只能在电视上或者综艺节目里寻找对方的身影，买顾清寒的海报案的专辑。季伯达追星的举动自然瞒不过柳如烟的眼睛，他把另外一个女人的海报和专辑买回来，刺痛了柳如烟骄傲的自尊心。季伯达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喜欢这个女人是吗？因为柳家破产了，你就移情别恋了是不是？之前柳如烟吃醋还可以一句话封杀顾清寒，现在站住一什么都做不了，只能用言语发泄自己的愤怒和不满。季伯达，我告诉你，你喜欢他也没用，因为他勾搭上了江晨，我曾经的未婚夫。季伯达听了柳如烟的话，呆住了。如果说顾清寒是他心中的白月光，那么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他平生最讨厌的人。在他是柳如烟的小白脸时，我占据着柳如烟未婚夫的位置，现在又和自己的偶像女神有染，关系暧昧匪浅。季伯达整个人一下子炸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你胡说！他止不住地摇着头，样子颇有些歇斯底里。柳如烟如今跟季伯达也算是相看两厌了，见到他这般模样，心里竟然也没觉得有多么意外，只被他的疯狂样弄得愣了一下，就立刻反应过来，冷笑了一声。我胡说，那是我亲眼所见。
你心心念念喜欢的偶像，在江晨面前可是献媚讨好的很。季伯达现在的心情崩到了极点，他扇了柳如烟一个耳光，叫他滚，自己却率先埋头掩面跑了出去。跑出来后，他才发现自己竟然无处可去。最后，他走进了一间酒吧，点了最烈的酒，借酒浇愁。第二天，宿醉的季伯达捂着疼痛的脑袋醒来，发现自己竟然在一个陌生女人的床上，五雷轰顶，也不过如此。那陌生女人年龄40几岁，她认识季伯达，花言巧语的哄道：“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负责并且对你好的。”作为一个小白脸，季伯达还是非常符合标准的。我派去盯着他们的人回来向我禀报了这件事情。后来听说季伯达被那中年女人包养了一段时间，做了他的地下情人，另外一边却跟柳如烟没有断干净，依旧在纠缠。那富婆对他还算不错，一个月给他几10万的零花钱，还在娱乐圈给他找了一些资源。只是好景不长，季伯达的金主是有家室的人，金主的老公发现后直接动了手，季伯达才起来一点水花的演艺事业，立刻遭遇滑铁卢。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都是人人喊打的存在。柳如烟也不可能原谅背叛自己的他，气急败坏的动手扇了他一个耳光，眼睛里布满红血丝，咬牙破口大骂道：“贱人，季伯达，我为了你连江晨都没嫁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背叛我，还给我戴绿帽子，找这么一个老女人，你恶不恶心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现在还是江家的儿媳，嫁给江晨，将来整个江家都是我的。季伯达，你真该死！”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季伯达也毫不客气地嘲讽回去：“柳如烟，你那是为了我吗？你是为了你自己，分明是你自己不满意你爷爷的安排，不愿意低三下四的讨好江大少爷。我只不过是你打着真爱旗号，让你正大光明反抗你爷爷的一个借口。柳家是因为什么覆灭的？你难道心里不清楚吗？就算没有我，你们柳家亏心事做多了也无法长久。”柳如烟一把掐住季伯达的脖子：“住口！住口！住口！你给我住口！”季伯达被掐得满脸涨红，喘不上来气，下意识地摸到一个东西，一抬手使劲地往柳如烟太阳穴上砸去。柳如烟额头上流下来一道浓艳的鲜血。昔日3线小鲜肉季伯达行凶伤人，落魄豪门柳小姐昏迷不醒。季伯达为了不被掐死，举起烟灰缸砸破了柳如烟的脑袋。逛街回家的柳母见到自己女儿满脸是血，人事不省地躺在地上，当即报了警。季伯达以故意伤人罪被警方逮捕。柳如烟至今还在昏迷当中。很快，这件事上了头条。柳思雅在柳氏集团倒台后，就改名回了陆思琪。她本身算是个商业奇才，自己开了个公司，业务上跟江氏集团有往来。我没怎么再关注他们，这件事情还是从陆思琪嘴里听来的。我慢悠悠地转了下座椅，笑了笑：“恭喜陆总，大仇得报。柳如烟如今昏迷不醒，有可能成为植物人，一辈子躺在床上。这样的结果，想必是陆思琪十分乐意见到的吧？这两人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，想必江大少爷心里也痛快。”我笑了笑，站起身来，跟陆思琪握了握手。的确是同喜。恰好在这时，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顾清寒走了进来。他看见我与陆思琪手握在一起的画面，抿起的唇瓣没说话，琉璃浅眸却微暗。我淡定地收回手，握手只是商场上的礼节而已。陆思琪见状，连忙告别离去。我坐在办公桌后边，朝顾清寒勾了勾手指：“姐姐，过来。”哪怕明知道握手只是一种礼节，亲眼见到别的女人握我的手，顾清寒心中还是觉得不高兴。听到我的话，顾清寒抿了抿唇，走了过来。我将他拉在自己身边坐下，手指挑起对方的下巴，仔细地端详着他的表情，笑盈盈的道：“怎么了？姐姐好像不高兴啊。”顾清寒问道：“刚刚那个人是谁？”我解释道：“一个合作伙伴，我跟陆思琪合作扳倒柳家，合作的还挺愉快的。不过看起来我的小甜甜不怎么开心呢。”我扣着他的下巴，在他唇上亲了口。好了，要是姐姐不喜欢，今后不跟他来往就是了。我就是这样没心没肺的性格，就算对方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能摘下星星送给他。至于不被我放在心上的，管你是谁，连名字都可能不会在我这里留下痕迹。顾清寒咳了声，耳根微红，声音低低的道：“其实也没有不高兴。”“真的吗？”我笑吟吟的看着他。顾清寒默咳了声，改口道：“一点点。”良久，才慢吞吞的开口问道：“阿晨，你不会觉得我无理取闹吧？”我笑了笑：“不会，在我这里，姐姐拥有无理取闹的权利。”顾清寒蓦然抬起眼睛，琉璃眸闪耀着璀璨的亮光。意识到自己反应太过激动，顾清寒脸上浮现起一丝浅红，不好意思的别开眼，轻声说道：“过段时间就是我的演唱会的日子，你要来吗？”我笑了笑，开口：“当然去。”顶流偶像的演唱会在兰城最大的体育馆举行。顾清寒特意让主办方留了一张位置。当晚，我在门口领了应援物，我举着姐姐今天嫁给我的应援牌，在演唱会的前排落座，四处都是粉丝们的尖叫声和欢呼声，还有音乐声。而我的少女站在舞台上，万丈光芒。我勾起了唇角，演唱会嗨到极点。
音乐声像是要将体育馆的上空给掀翻。2个小时的演唱会快要落幕时，原本快节奏的歌曲画风一转，成了优美舒缓的钢琴曲。少女在钢琴面前坐下来，举手投足间都是金贵与优雅。现场安静了下来，体育馆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钢琴前的少女身上。我跟粉丝们欣赏着这场演唱会最后一支钢琴曲。良久，曲终人未散，粉丝们欢呼，挥舞着手中的应援牌和荧光棒，嘴里叫着偶像的名字。顾清寒竖起一根手指，竖指在唇上。是。全场在3秒钟之内安静了下来。少女从钢琴面前起身，清冷的声音从衣领叠着的麦克风透出来。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的演唱会。我曾经跌落过深渊里，在此之前，从没有想过现在这一天。说完，顾清寒礼貌地向4个方向鞠躬，认真又庄严。本就心情激昂的粉丝见状，一个个捂着嘴，无声地哭泣了起来。他们曾经听信流言蜚语，离开而去，亲手打碎他的星光。许久，等激动沸腾的人声小了些，顾清寒才继续缓缓地开口道：今天在这里，我最想感谢一个人，是他在黑暗中给了我光明，让我不再是孑然独行。是他希望我星光满身，站在万丈光芒的地方，所以我才有勇气重新站上舞台。我神色微动，下一秒，全场的黑暗中，一束淡白朦胧似月光的追光灯落在我的身上。在追光灯洒向我时，现场运转的摄影机镜头也对准我。演唱会场的几个巨型荧幕里也出现了我的容貌与身影，许多粉丝惊诧不已。这个男的是谁呀？他好帅呀！顾清寒站在舞台上，隔着人海万千与璀璨灯光，就这么目光款款朝这个方向望了过来，声音轻软而温柔地开口道：江晨，你是我此生最感激也最喜欢，想要携手共度余生的人。我一直在想要怎样策划一个求婚仪式才算盛大隆重，思量许久，把它放在今天，因为我的荣耀想与你分享。如果你也是同我一样，可以向我走来吗？他走到舞台边缘，顿了下，少女勾起唇，轻轻低低的笑。如果觉得太突然，暂时不能回应也没有关系。总之，此生我已经认定了你。求婚100次，只要有1次你向我走来，我都觉得此生足矣。突如其来的求婚对粉丝们来说也是一场猝不及防。不过作为在低谷时离偶像而去，将他一个人抛弃在深渊里，让他们多少有点内疚。于是粉丝们起哄道：答应他，答应他！顶流偶像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向男朋友求婚，粉丝们竟然还帮忙跟着求婚，这大概是娱乐圈里独一无二。我勾嘴角，在万众瞩目下款款的起身。见到我的动作，台上的顾清寒神色有些紧张，粉丝们都自觉地给我让出一条道路来。在祝福的声音与目光下，我终于走到顾清寒的身边。我向他伸出一只手，到一旁的舞台下，经纪人兴奋地摩拳擦掌，语气激动地指挥着灯光师和道具师。耶！求婚大作战成功，灯光师给清寒和大少爷的灯光再绚丽一点，道具师的花瓣呢，都给我通通安排上。自家艺人能够拿下大少爷，心愿得偿，人生圆满，经纪人也为之高兴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顾清寒筹备将近1年的回归，演唱会落下帷幕。后台，顾清寒拉着我的手穿过通道来到化妆间，一关上门，顾清寒捧着我的脸，急切地亲了下来。第二天，蓝城的娱乐版头条，网络上众说纷纭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此事，一时间将大少爷和娱乐圈偶像交往，日后可能结婚的事情霸占各种经济版和娱乐版的头条。柳如烟由昏睡醒了过来，脱离了生命危险，而季伯达基于砸伤柳如烟是出于自保，就被无罪释放了出来。季伯达一出监牢，走在大街上，就听见有年轻男孩在议论顾清寒。昨晚的演唱会你们去了吗？去了。顾清寒向男朋友求婚了。听说这个求婚策划了好久，真是浪漫。虽然不想姐姐有男朋友，但是姐姐好不容易有喜欢的男孩子，只要他开心，我们应该支持。说什么？姐姐？江大少爷？你们说的姐姐是谁？当然是顾清寒啊！神经病吧。几人就连忙走开了，只留下他一个人在原地喃喃道：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是江晨的，连顾清寒也是？柳如烟醒是醒来了，但是她的精神好像不太正常了。她不记得季伯达，不记得柳家破产，也不记得自己被人砸了脑袋的事情。她的大脑错乱了，错乱到以为自己从小跟我青梅竹马，自己喜欢的人从小到大就是我，还说只要一毕业就跟我结婚，以至于她在电视上看见我和顾清寒在一起的画面时，有点疯魔的嘴里直叫着：不，江晨是我的，江晨他是我的，他不能娶别人。最后，柳如烟不得不被送进精神病院，落得个跟我前世一样的下场，也算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降斩，顾清寒跟我一起上门拜见江老爷子。少女心情紧张，比她第一次登上舞台的时候还要紧张。很快，江老爷子出来了，见到顾清寒，江老爷子挺满意的。或许顾清寒没有柳如烟那样显赫家世，但是有一点，柳如烟是远远不及眼前少女的，那就是真心实意喜欢爱护她的孙子。江家已经是蓝城首富第1豪门，不需要牺牲下一代的幸福跟谁联姻。他江洪涛
只有这么一个孙子，只希望孙子平安幸福一生。